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美国加州临床心理师 Caitlin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在我们前面几集介绍过了所谓的边缘型人格疾患，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介绍边缘型人格疾患相处的时候呢，在交往的时候很常会见到的一个症状，就是 love bomb， 也就是爱的炸弹。但是呢，我必须要先说明一下，其实所谓的 love bomb， 你会发现呢，不是只有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的人会有，而是在很多人格疾患的人当中呢，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行为。包括呢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 就是自恋型人格，还有 histrionic personality disorder 这样子的人呢，其实都很容易会展现所谓的 love bomb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讨论一下，有哪一些症状是 love bombing， 还有呢，如何区分你其实是真的喜欢这个人，而你们两个是彼此有机会相爱相恋，还是其实你已经不知不觉变成了所谓的 love bomb 的受害者。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一样跟大家提醒一下，我们这个频道是跟心理相关的，所以如果你对这样子的议题有兴趣的话呢，麻烦帮我们按下订阅还有追踪哦，不要忘记了，你的这样子一个小小的动作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动力，拜托了。我们所谓的 love bomb 呢，其实就是他们这样子的一个 love bombing， 就是不断爱的轰炸你。那所谓的爱的轰炸、爱的炸弹呢，就是他不断给你所有的注意力，他会一天到晚就是一直传简讯给你，或者是不断打电话给你，然后不断对你示好，做很多行为让你觉得他对你充满了爱慕，讨好你，然后呢，甚至送你很多的礼物，让你觉得自己好特别，觉得这段关系好特别，让你觉得自己多么的重要，多么的被喜欢。当然每一个人都喜欢被喜欢的感觉，每一个人都喜欢那种自己觉得好像自己很重要，被在乎被在意的感觉。他们就是要让你有这样子的感觉，他要让你觉得你就是这么的与众不同，所以我挑上你，所以呢我要花好多时间在一起，我想要了解你，我想要知道你所有的一切，然后他们就会花非常多的时间去了解你，跟你谈话，然后想要跟你靠近，黏得非常的近。那这个呢，它就是一个最常见的一个 love bombing 的一个行为。有一个心理学家呢 Dale Archer， 他就把所谓的 love bombing 呢有几个阶段把它分出来，它的简写就是 IDD。 所谓的 IDD 呢有分3个阶段，就是 I 就是 idealization， D 就是 devaluation 啊，第3个 D 呢就是 discard。 第一个呢 I 就是所谓的极度的理想化，把你这个人完全就讲得非常的完美，所有的事情都是非常的好，包括跟你在讲话的时候，就是你怎么说话好像有一点不太礼貌啦，或者是你怎么样，你就是指出他可能有一些小缺点，他就说对你好棒，你都会告诉我这些，没错，以后记得要提醒我这些，然后他甚至直接告诉你道歉，然后就是会让你觉得说哇，我们的沟通简直是非常的无瑕，我们的关系就是这么的美好。他会花非常多的时间在你身上，甚至会一天到晚24小时都想要跟你黏在一起，然后他会买东西送你，非常昂贵的，例如说可能跟你聊一聊，你才刚认识他不到2个礼拜，他就说我们下个礼拜一起出国去玩吧，去这里去那里。又或者是他知道你喜欢哪一些东西，马上就去买了非常名贵的礼物，可是你们可能才刚开始碰面没几次，他就送你非常昂贵的礼物。当然送礼我们知道每个人的经济能力跟每一个人的价值观不太一样，当然有些人可能他们经济能力比较好，他能够送的礼物也许是比较好的，比较昂贵，但是我想我们大概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把尺，不是你有钱就可以送很好的礼物，而是你觉得你们的关系到了哪一个程度，你会送一个比较适当恰当的礼物。所以我想大部分的人都会有这样子的一把尺，但是当你面对一个就是有这样子比较想要利用 love bombing 的行为来去操弄你的时候呢，他就比较不会是这样子的，他会极度的想要去讨好你，让你觉得这一段关系就是整个天花乱坠，然后你没有办法看清楚到底这一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因为所有的事情都进行得非常的快。OK， 所以第一个就是极度理想化，你的一切都是非常完美，所有你说的事情都是对的，那这个就是把你极度理想化的第一个现象。
那接下来呢，就会进入到第二个部分，就是可能你没有办法满足他所有的需求，包括说可能他想要一天到晚都打电话给你，他想要一直传简讯，可是你还有工作要做，或者是你没有时间每次都跟他一起出去，他就会开始生气，然后会让你觉得说你一点都不在意我，你一点都不爱我，然后甚至呢可能会对你冷暴力，突然呢整只就消失了，不理你。给你一个 silent treatment， 然后呢，又或者是呢，会用一些言语暴力、情绪勒索，又或者是酸言酸语的去说你怎么样。那甚至呢，也有可能会产生肢体暴力，又或者是呢，他会反过来把自己变成那个受害者，说你怎么都这样子对我，是你让我变成这样子的，然后把所有的罪都怪到你身上。那这个呢，就是第二，就是把你贬低化，就是整个人就是完全的贬值。那 devaluation 呢，就是你可以看得到非常极端，你整个人会从天上掉到谷底，就是把你这个人搞得好像你这个人就是一文不值。那接下来呢，第三个阶段就是他会直接把你整个人抛弃掉，他会对待你就好像你是一个垃圾一样，就是随手可丢的那种感觉。今天你这样子对我好，那算了。他就直接就是把你切掉，他完全理都不理你，就是把你丢掉，然后就不想管你，然后整个人就是 move on， 移向下一个目标。然后你就会发现，我们这一段关系本来不是很完美的吗？本来不是非常的好吗？可是怎么突然像一瞬间就整个人好像冻结，然后整个人被打入冷宫的那种感觉，会让人对自我产生非常非常强烈的一个困惑感。这个呢，就是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的人呢，或者是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 的人呢，最常会产生的一些行为，就是他们会有这样子一个 love bombing， 然后从 idealization 跟 devaluation， 然后到最后就是 discard。它会对人的内在产生非常多的创伤跟困惑。所以啦，我们就在想咯，一定会有人开始觉得说，那我要怎么样去分辨？因为我们一开始喜欢一个人的时候，不就是会想要花很多时间跟这个人聊天啊，你就是会很兴奋啊，然后你就一天到晚都想要见到他，这不是正常的吗？那难道每一个人都是在对我 love bombing 吗？不是的哦。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讨论一下，就是哪一些行为比较是有警讯的一些危险讯息的一个状况。那第一个，他非常的大方，给你很多很多的礼物。像我刚才说，你可能才跟他聊天见过几次面而已，他马上就说我们一起出国旅游，我帮你订机票，我帮你订好饭店，我们一起走吧。又或者是送你非常名贵的东西，然后或者是带你去非常高级的餐厅，然后就是不断想要讨好你，让你觉得天哪，整个一直不断被轰炸的感觉。这个时候你就要有点警讯了，就是一般人可能不太会这样，可是这个人对我特别的好，是他特别喜欢我到这种程度，还是其实他真的是在 love bombing？ 那有时候我们其实可以多跟亲友聊一聊，他们会告诉我们一些比较现实面的一个部分。那第二个呢，一样的，他每天都一定要跟你黏在一起，所以他会24小时不断的呢，随时随地醒来马上就打电话或者是传简讯给你，然后让你觉得他就是时时刻刻都要占有你，然后他会非常强势的要求你要花时间陪他，所以他会觉得说，你就是应该要陪我啊，你就是应该要跟我聊天啊，你就是应该要怎么样，然后你就会觉得对，因为这个人就是花了这么多的时间、精神跟注意力在我身上，我应该要陪他，我应该要陪他聊天，而且被重视的感觉总是好的，所以我们就会不自觉的陷入这样子的一个圈套里头。第三个呢，就是他们的行动非常的快，他会很快跟你下承诺。很多人呢，在跟所谓有边缘型人格或者是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 的人交往的过程当中，你会发现他们会很快跟你说，在不到3个月的时候就我们结婚吧。或者是在不到1个月的时候说，马上我们就是搬到一个地方一起住吧，他会很快的要你马上做一个承诺。那其实这个在外人来看，我们就会觉得太快了，3个月就结婚，你连这个人都完全不了解，你就已经要互许终身，这是有一点就是太夸张了。但是对于他们来说，这是非常正常，而且因为他的行动力之强，他会一直不断的去轰炸你，会让你觉得我们是应该的，我们就是应该要在一起，所以你会很难去拒绝。那所以这个时候真的如果可以的话，跟身边的亲朋好友谈一谈，也许可以帮你拉回现实一点，让你了解到也许我们可以试着把这个就是约会时间再拉长一点，或者是我们相处的时间再拉长一点，再多了解一点，也许会更健康更好一点。那
那下一个呢，就是比较 abusive 关系里头呢，很常见的就是他不准你跟其他人联系，不管是你的家人或朋友，他都不喜欢。他会用各种方式，他可能会让你觉得说他们对你不好，又或者是你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在这些人身上，又或者是他会吃醋，然后他会让你觉得有罪恶感，所以你就会越来越不想要花时间在其他人身上，然后你就渐渐的会发现你的生活只有这个人。那因为呢，如果有其他人在的时候，或者是因为如果说你说，我们要家族聚餐，我们大家一起吃饭，别人在的时候，他就很难操弄你啦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们就不喜欢这种感觉，他们只是想要当你的世界的唯一，这是他想要，这样他就可以很容易的去操弄你。所以呢，在很多不健康的关系里头，我们常常会看到这个部分，就是他们会不断的慢慢的去把你整个人就是 isolated， 把你整个人隔绝，跟其他的人隔离这样子。那这个部分就要开始有警觉心咯。那再下一个呢，就是他会非常非常讨厌你对他划界限。就像我刚才说的，他可能一天24小时都想要跟你黏在一起，一直黏在一起。但是你还是可能需要上学啊，你可能需要准备考试啊，你可能需要工作啊，你可能还是有其他东西你要做啊，你不可能一直都这样子的，你总是必须要花点时间做你自己的事情，又或者是你可能会想要花点时间陪你自己的家人跟陪你的朋友。所以当你跟他讲说，哦，对不起，我这个礼拜没有办法，因为我想要跟我的朋友出去，又或者是我跟其他人已经约好了，然后或者是我有一些事情我必须要去做，等于是间接拒绝他，又或者是你直接的拒绝他。这对他来说是非常难接受，所以他们就会非常的生气，他会觉得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，你这样子就是在破坏我们的感情，又或者是你这样一点都不爱我，一点都不在乎我，一样又像我们刚才说的，反过来把自己变成一个受害者，然后呢让你觉得是你做错事情了，然后导致你会觉得我好像不应该这么做，我好像不应该有任何界限，我们就是应该要非常非常严厉。这几种呢，这5